初平3年，公元192年，此时还是一位小年轻的曹操，正率领军队跟土匪和叛军作战。一场小胜利之后，引出来一个熟悉的老对手——匈奴。匈奴不是早就被汉帝国的长城、决战、大追歼的豪华套餐给一波带走了吗？怎么突然出现在了河南附近，还跟曹老板打了一架呢？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。汉高祖7年，公元前200年，刘邦在追击韩王信的过程当中，被韩王信和匈奴联手下套，围困在白登山上整整7天。新生的汉帝国和匈奴默毒单于在边关狠狠地磕了一下子，最终呢，以外交手段结束争端，从此开始了长达70年的忍辱负重。汉武帝决心要开疆拓土，成立高级将领骑兵培训班，亲自指挥多次漠北大战，重用酷吏，榨干天下民力财力，也要跟匈奴决战。元寿2年，公元前122年，汉孝武皇帝刘彻派霍去病去打通河西。第一次河西之战，霍去病出燕支山1000里，斩首8900级。同年秋天，第二次河西大战战后，匈奴浑邪王率领4万军投降汉朝。甘露3年，公元前51年，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入朝，朝见大汉孝宣皇帝于甘泉宫。这是最早一批有编制的匈奴。后来呢，逐渐越来越多的匈奴部落降汉，并将他们称之为南匈奴。说点不好听的，南匈奴可以理解为汉帝国在边境养的狗，专门去咬那些没有归服王化的其他的匈奴和民族。南匈奴投降了，还有北匈奴。东汉孝和皇帝永元3年，公元91年，尽管大将军窦宪已经点燃了勒食燕然的最高成就，朝廷还是下决心要彻底消灭北匈奴。于是以南匈奴单于为向导，北击5000里，在阿尔泰山彻底击溃了北匈奴。北匈奴单于遁走，不知所踪。新立的单于向东汉朝廷投降。东汉朝廷效仿100年前投降的南匈奴故事，将匈奴的官僚机构和民众迁往内地，设立了一个机构专门监管和保护北匈奴。大汉朝廷任命最高长官监管他们，称之为护匈奴中郎将。自此缠斗了300年的匈奴彻底就成为了汉朝的一部分。其余的诸如护羌校尉、护东夷校尉，大约都是被两汉强悍的武力打服了之后投降朝廷，在朝廷任命的军事长官之下继续瑟瑟发抖。然而帝国终将衰老，内附汉帝国的所谓的蛮夷们，诸如南匈奴、羌、氐、修图各，也在长期的汉化中迅速蜕变。譬如各胡人部落的酋长在朝廷里都有官职，仅匈奴一部就从设立匈奴中郎将之日开始反复叛乱，反复被镇压。北匈奴归附后2年，公元93年，大将军窦宪死，北匈奴随即叛乱，汉和帝派人上追击，斩杀北单于。公元109年，南匈奴万世师族低单于谭入朝，听汉人韩从的计谋，起兵叛乱，被击败之后，谭引军还胡泽，汉军继续追击。谭见大汉诸军并进，甚为恐惧，于是投降。这似乎是边境微不足道的一次小叛乱。然而或许战绩会骗人，但战线不会骗人。虎泽就是如今山西离石一带，匈奴已经到了山西境地。汉灵帝中平4年，公元187年，修图各和南匈奴受不了朝廷没完没了征召本族的士兵和民夫，原地叛乱，并州大乱，诸侯割据。南匈奴也深度参与了军阀混战，沿黄河南下，占据了黄河流域诸多郡县。汉献帝初平3年，公元192年，南匈奴在河南内黄县遭遇了曹操，被曹老板是一顿暴打，这就是片头提到的大破迂夫罗。现在我们把目光从匈奴身上放开，来看看中原大地。公孙瓒是怎么发家的？征讨鲜卑。我们看他手底下有没有鲜卑人组成的部队呢？至少鲜卑已经发展到了渔阳地区，也就是京津唐地区。袁绍怎么说的？我要率领杂胡兵南向夺天下。看看地图，燕代在哪里？京津山西河北。我们总是戏谑地称刘备一双草鞋2个混社会的兄弟200个大头兵起家。大头兵是什么人呢？当初刘备去徐州的时候带的部队成分是什么？一部分是乌丸杂胡骑兵，
董卓祸乱京师的部队哪来的？马超的父亲马腾驻守潼关，屯兵10万以对抗曹操。然而马腾的母亲是羌族人，咱们猜猜他手底下有没有羌族的士兵呢？袁氏家族在河北败给曹操之后，准备跑路，跑去哪儿呢？是匈奴。袁绍败亡之后，当初给袁绍当打手的胡人豪强，一夜之间翻身把歌唱，开始逐渐成为气候。他们嚣张跋扈，抢夺地盘，抢掠百姓和牛羊，扩充部队，跟其他胡人部落火并。并州一带有点慢慢管不住了，直到曹老板腾出手来收拾他们。曹操任命梁袭为并州刺史。梁袭久居中书，深刻领会到曹操的思想精神，把扣押人质玩到胡人豪帅身上一样好使。经典的让子弹飞3部曲：第一，请客。梁袭到任之后，礼贤下士，征召豪强到自己府中，给予官职，共同建设大美并州。同时呢，也不能光自己来，部里的年轻人、棒小伙都参军入伍，参加到对外作战中去。简单来说，把豪帅们赖以凭借的兵力调出并州。第二，斩首。等豪帅手下的士兵都外出打仗之后，就把豪帅的家人打包快递到首都邺城，有专业的特务机构服侍着，前后送走了几万口。现在你们家属都在我手里捏着。这个时候，杂胡豪帅要是有再不服的、乱跳的，就看看是你脖子硬还是我刀硬。第三，收下当狗。结果就是方才还在劫掠州郡，试图跟曹老恩比划的南匈奴，突然变得恭顺起来，见到梁袭要下跪磕头。末代单于呼出权去首都见曹操，发现现在这地位可比当年东汉时入朝觐见低得多了去了。史料记载，公元202年，南匈奴归附曹操。216年，曹操拘留南匈奴末代单于呼出权，派右贤王去卑监国，将南匈奴打散成为5部，即左部、右部、南部、北部、中部，分别安置在陕西、山西、河北一带。事情似乎在往好的一方面发展。然而人事难逢开口笑，天能遂人愿吗？